纵观整个三国历史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有刘备打的败仗多且吃的苦最多，更没有一个诸侯能有刘备创业如此艰难。他虽顶着刘皇叔的名号，却始终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不是被吕布暴揍，就是被曹操追着屁股打。差不多东汉末年所有的诸侯，刘备都依附过。同样，吕布也是几经易主，却被世人斥之为三姓家奴。可刘备为何却被世人称之为仁义之君？刘备到底是一个伪君子，还是一个从小人物爬起来的真君子？他又是如何从一个卖草鞋的二道贩子，一步步成为蜀汉开国之君的？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人。据史书记载，刘备身长7尺5寸，垂手过膝，故自献其耳。按东汉的官尺计算，身长7尺5寸换算下来，相当于今天的1.8米左右。至于垂手下膝，意思是说刘备的2条胳膊很长，乃至于长到了膝盖以下。而故自献其耳，大概意思就是说刘备的耳垂很大，大到他自己稍一回头就能瞥到自己的耳朵。关于刘备的耳垂大，的确有不少证据。吕布就曾骂他大耳，曹操也曾叫他大耳翁，足见刘备的耳垂确实比一般人大很多。但是大到他自己能看得见的地步，显然是言过其实了。按照《三国志》的说法，刘备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。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刘备创业也一直打的是这个金字招牌，他逢人便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。那么中山靖王到底是谁呢？事实上，中山靖王刘胜是历史上出了名的逍遥王爷，一辈子花天酒地，妻妾成群，没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。但是对于人类繁衍这一永恒而壮丽的事业，还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据班固的《汉书》记载，他一生都在专心致志地生孩子，光儿子就生了120多个。而在这些儿子当中，有一个叫刘桢的，就是刘备的先祖。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后裔，但因他祖上生育能力太强，再加上汉武帝的推恩令，所以到了刘备这一代，就只能与母亲靠织席贩履为生，生活可谓是相当艰苦。公元175年，刘备15岁时，靠着同宗叔叔刘元起的资助，得以与公孙瓒一起拜远九江太守卢植为师。虽然老师卢植是一代大儒，但刘备却不太喜欢读书，反而喜狗马、美衣服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喜欢出入娱乐场所，而且还爱打扮，颇有高消费之嫌。但考虑到他的家庭条件，刘备的这些兴趣爱好明显与草根的身份很不相称。虽然不喜欢读书，但刘备却非常喜欢结交豪杰，这也是他打造创业团队必不可少的条件。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关羽和张飞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中平元年，即公元184年，也就是刘备24岁的时候，黄巾之乱爆发，一个风起云涌、龙蛇争霸的大变革时代也轰然降临。声势浩大的黄巾军1个月内就席卷了全国7州28郡，无力镇压叛乱的汉灵帝只能将军权下发给各州牧，各地方也纷纷响应朝廷号召，张榜招募民兵。当榜文传至涿州时，也改变了刘备的命运。刘备等人在中山富商张世平和苏双等人的资助下，开始招兵买马对抗黄巾军。在随后镇压黄巾起义的战斗中，刘备历经大小30余战，立下了不少军功。年轻气盛的刘备一心想要建功立业，保家卫国，但是残酷的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。平定黄巾军后，没有背景的刘备虽然颇有军功，却只得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县尉，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。可事实上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尉，也并没有跟随刘备太久。因为像刘备这样军功而起的人，不仅会给朝不保夕的东汉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，还严重威胁到了外戚和宦官2大集团的政治利益，所以这些人必须要被精选淘汰掉。心有不甘的刘备一气之下，就将遣散他回家的督邮一顿胖揍，随后便与关羽、张飞弃官逃亡。而这时的刘备手下还有一帮兄弟要吃饭，堂堂的汉室宗亲总不能去当强盗，所以最好的出路还是当兵吃皇粮。很快，刘备就带着兄弟们又一次投入军旅。这一次，刘备成为了大将军何进的手下。刘备凭借着他过人的交际手段和笼络人心的本领，很快就升任为高唐县令。然而，就在刘备春风得意之时，命运再一次给了他重重一击，盗贼竟然攻破了高唐县。身为高唐县令的刘备，竟然弄丢了自己的根据地。无论如何，这也是一大罪过，所以刘备只好再度弃官而逃。
如果说在事业草创的这几年中，逃跑已然成为刘备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的话，那么在此后数十年的创业生涯中，这个动作就几乎变成了他的宿命。纵观刘备的一生，就是不断的失败和逃跑。随后，刘备就投靠了自己的师兄公孙瓒。对于老同学的到来，公孙瓒当然欢迎之至，立刻举荐他为别部司马。这一年，刘备31岁，正是在公孙瓒麾下，刘备也与自己将来的第一保镖赵云有了亲密接触。而让刘备真正名扬天下的，则是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。公元193年，黄巾余党率军攻打北海，而镇守北海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孔融。情势危急之刻，孔融急忙派人向刘备求救。喜出望外的刘备立即亲率3000精兵救援北海。不料刘备还没到北海，黄巾军就听说援军将至，便解围而去。其结果就是刘备一仗没打，却落得了一个救人急难的美名。从此刘备的招牌也彻底在军界打响。后来在孔融的推荐下，徐州牧陶谦更是将无力固守的徐州在临死前让给了刘备。自此刘备也终于从一介草根逆袭成了一位实打实的封疆大吏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没过多久，刘备就把自己的第一份产业给弄丢了，因为史上最危险的一位员工投到了他的麾下，而这个人就是专门坑老板的吕布。作为史上最危险的员工，吕布给刘备的回报堪称一份罕见的豪华大礼包，其中包括偷袭张飞、占据下邳、绑架刘备及下属的妻小，最后还夺取了徐州，并险些要了刘备的命。当然，吕布能搞出这么大动静，得益于一个外在的助力，而这个助力就来自袁术。自从刘备担任徐州牧后，第一个不爽的就是袁术。公元196年，袁术派兵攻打刘备，可就在刘备与袁术针锋相持期间，吕布却趁机占领了徐州。这样一来，刘备的妻儿老小也全都成了吕布的俘虏。战意全无的刘备顺势就被袁术一顿暴揍，最终全军覆没。本以为当上徐州牧，人生终于实现了逆袭，事业前景一片光明，没想到吕布这个丧门星一来，顿时天翻地覆，瞬间就把刘备打回了原形。当年那个草根绕了一大圈，仿佛又回到了一穷二白的原点。就在刘备惶然四顾、走投无路之际，刘备身边的主要谋士糜竺站出来，干了一件雪中送炭的义举，才救了刘备一命。原来糜竺这位老兄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，家里有的是钱。于是糜竺立刻回了趟老家。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，身后竟然跟着2000多名青壮家丁，还有一支满载金银和粮食的车队，外加他的一个亲妹妹。家丁是拉出来参军的，金银粮食是无偿奉献的，至于妹妹则是准备嫁给刘备的。因为刘备的老婆被吕布抓了，想必是凶多吉少，所以糜竺就把妹妹一并带了过来，也好抚慰一下刘备受伤的心灵。糜竺之所以这么做，首先是他人品好，慷慨又忠义，其次是他眼光好，认定刘备这个老板最终一定能成大业，所以才舍得在他身上投资。最后则应归功于刘备的人格魅力。倘若不是刘备平时推诚待人，人以为先，那么走到这种穷途末路，傻子才肯为他雪中送炭。虽然靠着糜竺绝处逢生，但现实依旧是严峻的，所以刘备思前想后，最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那就是向吕布投降。虽然刘备打心眼里厌恶吕布这个人，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活下去，所以面子和自尊心这些奢侈品暂时就顾不上了。可悲哀的是，刘备虽然忍辱负重，心甘情愿地为吕老板打工，但吕布却严词拒绝了刘备的表白。他表示自己不想跟大耳朵的人共谋大业。虽然吃了闭门羹，但刘备也不是没有收获，吕布放回了他的家人。痛定思痛后的刘备觉得，无论如何还是要赶紧扩充实力，否则永远摆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。随后他就开始拼命招兵买马，部众很快就增至1万余人。照着这个速度发展，刘备相信只要给自己1-2年时间，便可重新建立起一支足以抗衡吕布的军队。可事实却是，吕布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刘备做大呢？其结果就是刘备这1万多新兵蛋子全部被吕布歼灭。更倒霉的是，刘备的妻儿老小又被吕布抓走了。走投无路的刘备只好投靠了大财主曹操。最终曹操亲自挂帅灭了吕布，刘备才赢回了他的妻儿老小。与此同时，他也寄人篱下，成了曹老板的部下。公元199年，不甘久居人下的刘备以南下攻打袁术为由，脱离了曹老板的魔爪。
曹操知道后大为震怒，就一路追着刘备的屁股打，刘备只能仓皇跑去投靠袁绍，而刘备妻儿和关羽也都成了曹操的俘虏。自此，刘备也落下了一个刘跑跑的美誉。公元200年，刘备趁袁绍与曹操僵持之际，以连结刘表为由，又脱离了袁绍的组织，在南下途中顺便又拐跑了关羽。在曹操收拾完袁绍后，对于刘备拐跑自己真爱关羽的行为十分恼火，于是派大将夏侯惇等人去收拾刘备。然而当夏侯惇等人行进至博望坡时，却遭到了刘备安排的伏兵袭击，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被罗贯中嫁接给诸葛亮的火烧博望坡。其实历史中真正指挥这场大战的是刘备，而诸葛亮此时还在隐居。刘备击退了曹操的大军后，就一直寄居在荆州刘表的手下。可刘表虽然表面对刘备礼遇有加，但实际上却时刻提防着他。刘备深感老之将至，而功业却未见，虽有避肉之叹。就在刘备47岁的时候，他才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的人物，而这个人当然就是诸葛亮。诸葛亮也为刘备量身打造了属于他的完美战略计划——隆中对。自此，刘备才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。最终，在诸葛亮的帮助下，他又建立了蜀汉。公元221年5月15日，刘备于成都武丹山即皇帝位。然而，同年刘备就以为关羽报仇为名，举蜀汉全部军事力量讨伐东吴，但最终却被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打败，蜀汉方面损失惨重，刘备大受打击之下也一病不起。于公元223年3月，病逝于白帝城的永安宫，享年63岁，谥号昭烈帝。回顾刘备的一生，他不像曹操，诗词歌赋全精通，读书多，会画饼，文韬武略样样在行，上能稳定天子不作妖，中能操纵群臣不敢作乱，下能安定百姓不造反。刘备也不像孙权，可以站在哥哥孙策的肩膀上成就一番霸业。他出身不好，能力不行，学习还一般般，社会资源更是有限。然而偏偏就是这般忠厚老实的刘备，却最终凭借着自己那份百折不挠、屡败屡战的精神，在三国这个乱世中成就了一番霸业。不得不说，这的确是一个奇迹。